嗨，你好吗？欢迎来到今天的分享。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就是自己明明已经很努力的想让生活变好，但结果却好像越来越累，甚至越来越无力。今天我想邀请你，让我们一起温柔的往内心看一看，重新找回那份可以安顿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旅程地图。我们会先从那种卡住了的感觉开始聊起，然后会深入的来看看3个我们内心最常见的陷阱。当我们走过这3个陷阱之后，我们会一起找到一条可以温柔的带来改变的路。哦，对了，请你一定要陪我到最后哦，因为我为你准备了一个很特别的温柔提醒，我相信它会给你带来很不一样的感受。你是不是也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怀疑过自己，我是不是太敏感、太玻璃心了呢？或者看着身边的人，忍不住在心里想，为什么别人好像都可以过得那么好，我却不行？这种感觉真的好像越是用力想挣脱，反而陷得越深。但我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亲爱的，你不是失控了，这也真的不是你的错，这比较像是我们的大脑还在用一套很久以前为了保护我们而设计的旧版作业系统，只是这套系统放到现在这个复杂又多变的世界，有点不太适用了。你知道吗？在现代心理学里，情绪本身从来都不是问题哦，它其实是一套非常精密的讯号系统，就像是我们内心的警报器一样。当情绪响起的时候，它其实是在温柔地提醒你，嘿，你可能有个很重要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到，或者是你心里的某条界限被别人跨过去了。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在情绪本身，而是在于我们一直以来是怎么解读又怎么回应这些讯号的。好的，那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陷阱，这也是我们大脑里面最常见的一套旧版防卫系统，也就是受害者思维。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如果不是因为他那样对我，我根本不会变成现在这样。这些声音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很深很深的无力感，感觉自己的人生好像被别人困住了，完全动弹不得。在心理学上，这叫做外控信念。讲白话一点，就是我们打从心底相信，我们的人生是由外在的人事物所决定的，我们自己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但其实这是一种大脑的保护机制，它通常是源自于我们过去那些不管再怎么努力，好像都没有用的经验。长期让自己活在这种状态下要付出的代价其实是很大的。很多研究都发现它会带来更高的焦虑感、忧郁的风险，也会让我们的自我效能感变得很低，看什么事情都觉得很悲观。你想想看嘛，当我们的大脑一旦认定反正我做什么都没用的时候，它自然就会干脆放弃，连试都懒得试了。那么那个温柔的转变到底该怎么开始呢？关键其实不是去责备自己，哎呀，我怎么又这样想了？不是的，而是试着温柔地问自己一个非常小的问题。好，就算在目前这个烂状况里，有没有哪一件，哪怕只有一件最小最小的事情，是我可以选择的？这个选择可能只是选择你回应的态度，或是选择把你的心力先放在哪里。每拿回一个小小的选择权，都是在重新把自己生命的主导权拿回到手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个陷阱，比较型焦虑。在这个社群媒体资讯爆炸的时代，这个陷阱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啊。天哪，你看，大家看起来都好成功，好幸福哦。我是不是已经落后别人太多了？我是不是真的不够好？滑完手机之后，这些念头是不是常常让你觉得心情瞬间荡到谷底？这种感觉我知道，非常真实，而且非常的难受。这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的大脑天生就会比较，这是一种从老祖宗那边遗传下来的生存本能，很正常。但问题就出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大脑，现在每天面对的却是别人经过精心挑选、用心美化过的高光时刻。我们的大脑分不出来，就误以为那些光鲜亮丽的片段就是别人生活的全部真相，然后很快的就得出一个结论：我好失败。那要怎么办呢？这张图就把转化的关键说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练习把这种往外看的横向比较，也就是一直跟别人比，
慢慢的转换成往内看的纵向比较。什么是纵向比较呢？就是跟过去的自己比，跟昨天的你比，跟上个月的你比，甚至跟去年的你比。当我们开始练习做纵向比较，开始问自己，比起过去，我好像又多懂了什么，我好像又成长了一点点，我们就走上了一条重新建立内在价值感的路。这份价值感是来自于你自己真实的成长，非常稳固，再也不会轻易的被别人的眼光给动摇。好的，接着我们要来聊第3个，也是今天最后一个陷阱——报复式愤怒。在开始之前，我想先为愤怒这个情绪平反一下，它真的不是一个坏情绪，它只是一个常常被我们误解的情绪。这真的太不公平了，我就是没办法停止去想他当时是怎么对我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脑袋里好像有个重播键，不断地重播过去那些受伤的画面，反复去咀嚼那些不公平跟委屈，甚至在心里偷偷地预演各种报复的情节。其实愤怒的出现本身是个非常健康的讯号，它是在用很大的力气告诉你，嘿，注意，你的界限被侵犯了，你在乎的事情现在正受到威胁。这股能量本身是好的，它能保护我们，但如果我们一直卡在那个反复回响的循环里，它就会变成一种对身心都很有害的沉重负担。为什么说是生理负担呢？因为当我们的脑袋不断在重播那些让人愤怒的画面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一直分泌压力荷尔蒙，像是皮质醇，让我们整个人一直处在一种准备战斗的状态。你想想，长期下来，睡眠会被干扰，免疫系统会变弱，身体的肌肉也会处于一种慢性的紧绷当中，真的非常消耗。所以你看，这个关键的转化点就在这里了。我们试着把焦点从他到底对我做了什么这件事情上，温柔地转移到这件事情教会了我什么关于我自己的界限。我们练习把注意力从对方身上慢慢的、温柔的拿回到自己身上，去思考未来我要怎么更好的保护自己。聊完了这3个很常见的内心陷阱，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那条可以通往温柔改变的共同路径到底是什么。我想请你记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今天我们谈到的这3个陷阱，不管是受害者思维、比较焦虑还是报复式的愤怒，他们的核心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曾经是为了保护你而存在的防卫机制，所以他们不是你这个人，他们更像是你过去为了生存而学会使用的工具，只是这些工具现在可能有点过时哦。所以要帮我们的大脑安装一套新的作业系统，我们可以练习这3个很简单的步骤。第一步是觉察，当你发现自己又掉进某个模式里的时候，温柔地不带任何批判地看见它。第二步是理解，问问自己，在这个情绪的背后，我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是安全感吗？是被认同吗？第3步是回应，根据你刚刚找到的那个需求，为自己选择一个微小但是具体的行动。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谈的这3个陷阱：受害者思维、比较焦虑，还有报复式愤怒，请你千万不要把它们当成是贴在自己身上的负面标签。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一张情绪地图。当你知道原来我现在在地图上的这个位置，你就拥有了为自己选择一条新方向的能力。这就是我在一开始答应要送给你的那个温柔的提醒。请你一定要记得，心理上的成长从来都不是要我们去变成一个完美的人，它的真正意义是学会如何成为一个更懂得温柔陪伴自己的旅伴。那么要怎么开始成为自己温柔的旅伴呢？为了帮助你把今天的学习真的带回到生活里，我想提供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本周练习。这个练习很简单，就叫做只是看见。也就是说，当你发现自己又陷入了抱怨、比较或是反复回想的状态时，你不用急着去修正它，也不用去改变它。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心里对自己轻轻地说：我看到了，这个模式又出现了。就这样，光是练习温柔的觉察，就已经是改变最重要、最关键的第一步了。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带给你一点点温柔的支持，也诚挚的邀请你可以订阅安亲子书房练习曲这个频道。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用心理学的智慧陪伴自己，也陪伴我们的孩子温柔的长大。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